不甜腻，然后内馅又蛮多的，然后内馅的层次感又很好。对，全家豆腐是走软嫩路线的，那 Seven 的话是走比较 Q 弹路线的，就是味道我觉得偏咸，然后面体的 Q 弹程度没有像之前那么好。冷冻柜里面这个小披萨，其实超级好吃有上面的奶霜跟蛋糕体，整体的层次还不错。但是我觉得有点过甜。我觉得最厉害是它这个起司味超级香，还有那种乳酪牛奶味也超级无敌重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e。那我们这集的话就要来介绍我们全家第2集的产品了。对，那全家也是因为就像我们上集有说的，它会分2个阶段来分出新品。那我们这集就把上集没有介绍的新品帮大家一一介绍完。那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双泰奶 QQ 三明治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双泰奶 QQ 三明治，就是它是由经典的泰式奶茶跟泰式绿奶茶，去当他们的夹层夹心，它就是这样的，一个是泰式绿奶茶，一个是一般的泰奶。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一期也是跟 Nara 联名合作这个泰奶的三明治，感觉是怎么样？这一期这个联名跟 Nara 联名合作这个泰奶三明治啊，其实它把泰奶打成奶霜以后，这个奶霜夹层蛮厚的。如果你只有奶霜的话，吃起来口感的那个层次会觉得太单一。然后它加上这个 QQ 粉圆以后，就是类似那种黑糖 QQ 粉圆，口感的层次其实有增加蛮多的哦。就是你除了可以吃到很厚的这种奶霜内馅，然后加上柔软的这个三明治面包体以后，最后还可以咬到这种带有嚼劲的 QQ 黑糖珍珠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蛮推荐的，而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是，它这2个泰奶的奶霜内馅它的糖度甜分大概就是5分糖5分甜，我觉得是很刚好的，它没有到很甜。对，我一开始以为会是这种泰奶的内馅会蛮甜的，就其实还蛮不甜腻的，而且还蛮好吃，就是蛮清爽的泰奶的感觉，不会像有时候我们在夜市喝到有一些泰奶是很死甜，就是太甜的，这个不会哦。我觉得这个还算蛮推荐，就是不甜腻，然后内馅又蛮多的，然后内馅的层次感又很好，我觉得是一个 CP 值蛮高的一个我会推荐的一个泰奶的三明治。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全家买看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推荐的哦。下一个是这一期新出的一个面包是蓝莓乳酪丹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没有到很厚，对，它是这样子蓝莓乳酪丹麦，摸得出来它里面这个乳酪是蛮厚的，然后蓝莓馅可以很明显看到。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一期新出的这个面包蓝莓乳酪丹麦。这个蓝莓乳酪丹麦啊，基本上我觉得吃起来算普通，对，有一点就是没有太多特色。然后第一个它其实有点干扁，有点小，然后它面包的话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更酥脆一点，因为丹麦面包应该层次感更多，但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酥脆，所以咬起来比较像一般面包，咬起来有点把它这个层次咬成一体的感觉。然后中间的蓝莓酱，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蓝莓味道，不知道是它这次调的果酱是怎样，不太甜，但是我觉得蓝莓味很低，就是一般我们熟知的蓝莓味，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看起来有颜色，但是没有什么味道的。然后乳酪的话还可以，乳酪的话还算蛮厚的，这点我觉得算这个面包这个优点。但是呢，弥补不了就是它面包不够酥，然后它内馅的这个蓝莓酱没有什么味道。对，只有乳酪还比较好一点点，乳酪还算厚，还算是蛮香的，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，对，然后有点没特色，所以这个的话，如果是我可能就是买一次不会再回购，我觉得有点普通，有其他的蓝莓相关的面包表现比它更好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参考看看。接下来的话是这一期出的一个意大利面，它是直觉生活的金沙豆腐意大利面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个的话之前有出过类似的，叫做金沙豆腐细扁面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是一样的，但这次它是写金沙豆腐意大利面。那其实 Seven 啊也有类似出过产品，其实基本上名字一样，但是 Seven 的话我记得它没有这种4块豆腐这么多，然后它也没有这个南瓜。Seven 的金沙好像是咸蛋黄，然后是没有南瓜的。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这个金沙豆腐意大利面感觉怎么样。吃完这个金沙豆腐意大利面啊，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它跟 Seven 有一点不一样是，这个的话，它的酱味道里面有加入黑胡椒，所以它会比 Seven 的再辣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你怕辣的话，你就自己去斟酌。但是呢，我觉得
Seven 的咸蛋黄味道比较重，这个咸蛋黄味道稍微比较淡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南瓜味比较重，所以各有优缺啊。有些人不敢吃南瓜，可能就会选择 Seven； 有些人喜欢南瓜，就会选择全家的。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，但我觉得都很好吃哦。全家的这一次啊，我觉得它的豆腐啊比较滑顺。对，但是呢 ，Seven 的豆腐的话，我觉得比较有弹性。对，全家豆腐是走软嫩路线的，那 Seven 的话是走比较 Q 弹路线的，各有优缺。其实我觉得 Seven 跟全家都很好吃啊，只是这一期全家出的这个金沙豆腐意大利面是这样子的类型，所以大家可以评估看看。然后全家的话，最大特点是它还有含这种南瓜块，对，那 Seven 没有。这个意大利面南瓜味也比 Seven 的金沙意大利面的南瓜味还要重。应该说 Seven 意大利面那个金沙豆腐意大利面它没有南瓜味，那全家它有南瓜味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差别。那面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很 Q 弹。那我觉得这两个金沙豆腐意大利面都很好吃。那它们的特色就像我刚刚上述所说的一样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参考看看。接下来又是这一期全家跟 Nara 合作的泰式炒河粉，那它的话打开是这样子。那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其实料也还算蛮多的。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这个泰式炒河粉的感觉是怎么样。其实这个泰式炒河粉是我这期算是很期待的一样产品，但是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其实全家在前几期有出个类似干炒和牛，就是也是炒河粉，我觉得那个比这个好吃很多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它的河粉我觉得它没有那么 Q， 对，它有时候甚至还可以咬到就是要结块这样子，不知道是微波的关系还是怎样啦。但是我记得之前吃的河粉，不管 Seven 全家比较少这种状况，然后这个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偏咸，我觉得啦，稍微有一点点偏咸，也有可能是我比较不喜欢这种口味，对，然后整体的话，我觉得河粉的量比之前吃过的，像不管是 Seven 或全家有出现过河粉，我觉得量都偏少。它这个量算蛮少，因为它就是薄薄一层而已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觉得 CP 值没有到很高，就是味道我觉得偏咸，然后面体的 Q 弹程度没有像之前那么好。料的话就是一些豆芽菜啊，还有一些韭菜，然后可能3只小虾仁这样子，我觉得 CP 值不高。那味道我也觉得还好，口感也觉得还好，所以这个我其实到超乎我想象的，我以为这是我最期待的一道，但是反而我觉得这个没有很推荐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接下来是全家这一期出的这个，应该说韩国引进的这韩国这种小披萨，它的话是迷你披萨的哥贡佐拉起司风味披萨，对，它是这样子，蛮特别的小披萨哦，很小，它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大小而已，就是这样子，很像一个小包子。就我觉得很特别，这个是冷冻产品，所以你可能微波的话，你要去微波久一点点。对，但它是一个cheese小披萨，它有2个口味啦，那我是选其中一个口味帮大家开箱看看，就是一个冷冻的一个韩国的小披萨，帮大家试试看看。吃完这个冷冻柜里面这个小披萨，其实超级好吃哎。跟我们前几期有开箱过冷冻柜那个类似那个鲷鱼烧的东西，也是韩国进口那比起来大概10万8千里，那个真的超级雷，超级难吃。这个我其实一开始有做好心理准备说，冷冻这个韩国产品会不会一样很雷？结果不是呢，它这个面包完全不湿润，而且超级有弹性，超级好吃的这个小面包，然后里面这个起司超级浓，而且我觉得味道我超爱的，它算是有一点咸甜的，不是完全咸的，它是咸甜的这种起司，而且起司的厚度蛮厚的，所以柔软的面包搭配还蛮厚的起司，其实它的层次跟口感我觉得都很棒，然后味道我也觉得很喜欢，这是我蛮爱的一个就是很多起司，然后有一个小面包的感觉，但它属于一个披萨皮，对，但是它这个又不是像我们一般必胜客吃的那种披萨皮。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买来看，就知道我想要表达的什么。可能我稍微比较不会表达这个小披萨的感觉，但是我只能说超级推荐，我觉得很推荐哦。但单价可能稍微偏高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还算是推荐。有机会可以试试看这个小披萨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期全家出的一个新的一个蛋糕，它是苹果伯爵蛋糕，它就是一个千层蛋糕，然后它是可能伯爵红茶加苹果口味的，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它其实里面是有内馅的哦，看起来好像是有水果内馅的。那没关系，帮大家试试看，再跟大家讲是什么样。吃完这个苹果伯爵蛋糕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呢，
它这个内馅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吃过生日蛋糕或干嘛？那生日蛋糕里面有那种蜜桃，也不是水蜜桃，就是那种橘色的那种蜜桃，腌制过蜜桃。这个部分呢，就因人而异。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它毕竟有腌过，它的味道稍微有可能，有些人会觉得化学。据我所知啊，但有些人特别喜欢吃这种蜜桃的感觉，所以就因人而异。这个就看大家啦，我个人觉得还好，就是都可以，没有特别排斥。但这个蛋糕我觉得不错，是它的茶味是很重的哦，就是它这个伯爵茶的茶味啊，是有在这个蛋糕里面这样散发出来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但是呢，整体的甜度我觉得大概有7到8分糖，有点甜，茶味很重是我很喜欢，但甜味太高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太腻了。你那个蜜桃也是很甜，虽然它整体因为它有蜜桃，还有这个蛋糕，有上面的奶霜跟蛋糕体，整体的层次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有点过甜。这个我可能只会买一次，虽然茶味不错，然后甜甜的也还蛮好吃的，但是蜜桃有点我觉得太多了，有点太腻，然后整体的甜味比我喜欢的正常甜味的范围内还来得高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自己评估看看。如果喜欢吃稍微更甜一点的话，7、8分糖、8、9分糖的话，你可能会蛮喜欢的。那我会觉得，觉得有点甜，但不难吃，不排斥，但是有点过甜。下一个是这个就是全家跟日本乐天联名合作的一个生巧克力派，然后它是牧野双重起司口味，就是起司的一个白巧克力派。这一类型的这个巧克力派啊，全家有出过几次，之前有出过其他口味的，那这是这一期新的。但可以跟大家讲，之前我有拍过这一个类型的其他口味，评价不高。那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帮大家试试看看。吃完这个乐天的生巧克力派的这个双重起司口味，这个我觉得比之前我买的同品牌的不同口味还来得好吃很多。但它虽然它外层一样都是巧克力，白巧克力，有一点太软烂的感觉，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起司味超浓。然后牛奶味也很浓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甜度没有到超甜，对，之前大概就10分糖，但这个大概也有6、7分至7、8分糖，比起之前那超级死甜、超级软烂的一个东西，这一次的话，它的这个面包的层次比较好，然后也没有整个烂掉，然后融掉的感觉，甜的话没有到很死甜、很甜腻，然后我觉得最厉害是它这个起司味超级香，还有那种乳酪牛奶味也超级无敌重，我觉得其实。这个我觉得还不错，还算好吃，还算有机会可能回购。一开始只是抱持了，他出另外口味，不然再帮大家介绍一次，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看。没想到这个口味其实还不错哦，这个也是不好买哦，因为它其实也是区域限定，有时候要跑几家才买到。所以如果有看到这个，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给他一次机会看看这个口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大致上这集的全家第2期的影片也都大致上拍完了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各大全家去购买。那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